大家好，我是 Tony。我今天從台北市來到台東市，開車開了6個多小時。因為在台東市有私人行程，那行程告一段落之後，下午3點過後，我就來爬台東市區的鯉魚山。鯉魚山海拔只有75公尺，不過就在台東市區，所以山上的展望還不錯。我們先看一下步道導覽地圖。鯉魚山步道，我待會就從忠烈祠旁這邊的登山步道上行。這邊有鯉尾觀景台、背嶺觀景平台，然後到鯉眼觀景平台、鯉首觀景平台。整座山的山形就像一隻鯉魚。那我就環繞一圈，然後從龍鳳佛堂這邊下來，再回到忠烈祠的登山口。鯉魚山舊稱卑南山，卑南就是台東市的舊稱。那更早以前，這座山也被稱為鰲魚山。我現在就從這裡出發了。台東市忠烈祠，原日本時代台東神社。這邊廣場兩側各有一尊古炮。這是原台東神社石燈籠殘基。原神社建築已消失，只有格局依舊在。這是原台東神社的本殿。這裡有一塊紀念碑，這座紀念碑原為日本時代的忠魂碑。民國42年被改為台東直隸州州官胡鐵花先生紀念碑。這是胡鐵花的紀念銅像。胡傳字鐵花，是大清帝國台東直隸州末代知州。就是末代縣長，他的兒子就是著名的學者胡適先生。台東著名的鐵花村音樂聚落，就是以胡鐵花而命名的。那我現在要開始進入鯉魚山步道了。這邊步道取左行，我先爬往鯉魚尾，這邊往鯉魚亭182公尺。山腳下那是台東縣立體育場，再過去是舊台東火車站，那附近就是鐵花村音樂聚落漫市集。一路陡上，幸好鯉魚山海拔不高，爬上來了。這裡是鯉魚亭觀景台，左前方是龍鳳佛塔。龍鳳寶塔、忠烈祠、台東縣立體育場。這邊有展望。這邊左岔路往鯉尾觀景台，右岔路往背嶺觀景台。我先取左行，走到鯉魚尾，114公尺。哇，现在又一路下坡了，待会爬下去得再爬上来。今天台東是陰天，现在有點飄起毛毛雨了。不過這樣也好，天氣就比較不會那麼熱。
很快就抵達鯉魚尾觀景平台了。鯉魚尾觀景平台，前面就是太平洋。這裡有360度的環繞視野。前面是鯉魚背，我待會要原路折返。我回到鯉魚觀景台，現在繼續走往背嶺觀景台，135公尺。這裡的展望更棒，也是360度的環繞視野。山腳下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紀念醫院。台東馬偕醫院，繼續前行。下一站是鯉魚眼，鯉眼觀景平台。右岔路是下山的步道。我要先走往鯉魚眼、鯉魚頭。這裡又有岔路。右岔路往老樹休憩區，取左行，往離手觀景台。現在又漸漸的下坡了。哇，很少有一座山步道沿途都有這麼好的視景展望。啊，下雨了。這邊左岔路是往台東馬偕醫院那邊的登山口。那這邊爬上去就抵達終點離手觀景平台。我抵達鯉魚山步道的終點離手觀景平台，都市綠肺鯉魚山。我現在抵達離手觀景台，哎，沒錯啊，是有個鯉眼觀景台，不過我剛沒遇到。鯉魚山海拔雖然只有75公尺，不過山頂有無敵的展望。台東市就在山腳下，遠眺群山，俯瞰四龍。我要下山了，這裡有指標。魚眼觀景台39公尺，可能就指這裡吧。魚眼觀景平台，位置大概就是鯉魚山這只鯉魚的魚眼部位。回到岔路口。那我在這邊取左行，往老樹休憩區，這邊也是可以下山。開始一路陡下了，不過只有一小段而已。我抵達老樹休憩區。
旁邊這是日本時代在鯉魚山的淨水池，是當時設立的自來水設施。又插入往山腳下出口，不過前面那裡還有一座觀景平台，先去看一下。這邊右邊也是有步道通往山腳下，觀景平台在那邊。觀景平台，台東鯉魚山有非常多的觀景平台，讓遊客可以從不同的角度欣賞台東市區的市景。那我就近從這邊下山。這裡有一座紀念銅像，龍鳳佛堂故主祠蔡福先生銅像落成紀念。這是龍鳳佛塔，完工於1961年，已經有65年的歷史了。龍鳳佛堂完工於民國56年，1967年。我環繞一圈，回到忠烈祠的牌樓了。忠烈祠牌樓，原台東神社鳥居，原鳥居已經改建。今天造訪台東鯉魚山，這樣環繞一圈，差不多1個小時多一點點而已。鯉魚山步道沿途有非常多的觀景平台，可以從不同的角度欣賞台東市區的風景。這條步道我覺得很讚，推薦給大家。那我今天的鯉魚山之旅就在這邊結束，謝謝收看，我們下次見，拜拜。影片下方的文字資訊欄裡面有本次旅行路線的 Google 地圖網址連結，歡迎您點選網址，打開地圖作為旅行的參考。